大家好，我是倩妮厨房。今天介绍的是狮子头。狮子头其实就是肉圆子，并非狮子的脑袋，是淮扬菜中家喻户晓的菜品。口感不同于北方的丸子，在团圆子时会有毛茸茸的外观，故得其名。它形状完整，但一点都不老。吃的时候要用勺子，而不是筷子，可见其嫩度。这就是淮扬菜火攻的妙处。本菜品在传统菜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调整。就是把过去肥瘦比例改变了一下，而用萝卜替代，同样保持了狮子头的造型和嫩度，而减去了油腻。冬天的萝卜真是好东西，既可以增加口感，又可以滋补。俗语云：冬吃萝卜夏吃姜，不劳医生开药方。看看今天用的萝卜还带着泥土的气息。萝卜清洗后，用刮皮刀去除表皮，接着切掉外皮，这部分可以做腌萝卜皮的冷菜。取一段萝卜，将其切成小丁，约16米大小，0.7厘米。有关原料的配方会放在视频下方或后面，可查阅。切好的萝卜丁需要调入少许盐，略腌，去除辛辣味。接下来开始处理猪肉，这里用的是猪前夹肉。其实做狮子头也可选择前夹肉或后腿肉，因为这部分肉切起来比较容易，并非一定是五花肉。好，先将肉皮与肉分离。顺手将肉皮切成块，炖汤时会用到。肉皮的存在会让汤汁有胶质感，增加菜品的风味。下面分离瘦肉与肥肉，再取少量的肥肉，切成约0.7厘米见方的丁。分离好的瘦肉，剔去筋膜及碎肉。这些筋膜和碎肉可以和狮子头一起做汤，以增加汤的风味。剔好筋膜的肉切成粗颗粒，然后再细剁成蓉，行业上称其为粗切细粘。如果有2把刀，在马蹄刀的伴奏下，很快就会剁好。经几次排剁，肉泥就搞好了。注意肉泥不要剁得过细。下面开始调味，加入盐、糖、鸡精，抓匀后让肉泥起黏，灌打上劲。接着放入用盐腌过的萝卜丁，淋入姜汁酒。加一个鸡蛋，再加入葱姜，摔打上劲。最后加入干玉米淀粉，用力摔打，让肉泥呈现毛茸茸的感觉。注意肉泥中无需加水。炖出来的狮子头照样超嫩。刚才留的一些淀粉加入水，调成淀粉水，团肉圆时食用。锅上火，加入水，将肉皮和碎肉焯水。锅再上火，准备汆狮子头，同时另取锅，将汆烫好的肉皮和碎肉放入锅中，加热。水锅中加少量酒，手上蘸少许淀粉水，然后将肉泥团成丸子，还要不断摔打，让其上劲。这里的丸子约100克一只，
不过大小也可根据具体需要而定。待汤开后，转到另一个锅中。最后，狮子头上盖上白菜叶，防止表面发干。加盖，调小火，焖2个小时。揭开盖子，香气四溢。大白菜已经酥烂了，去掉后，狮子头形状完整。此时可以直接端着锅上桌，也可取出狮子头，重新造型。后面我做了2种方式，供参考。按照我给的配方，炖出来的汤可以不调味，已非常鲜了。这里第一种是用金汤，鸡汤中加入少许南瓜蓉。品尝狮子头后，可以说肉嫩味鲜，没有丝毫的油腻感。再看看狮子头的内部，萝卜丁像肥肉，但很利口，其甘甜味为狮子头增色不少。这是第2种，上面盖一片绿菜叶，无汤，直接当菜吃。看看嫩度。其实炖到酥烂的大白菜也是非常好吃的，几乎一碰就可以撕下来。看似平淡无奇的狮子头是非常香的，不信你可以试试。当然做得好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，希望各位有好胃口。